男人只是带女人回京城，殊不知女人要在京城开影楼。唐锦更是用一顿美食，又成功收获一位大老爷爷。唐锦想在临走前再去看看穆恒的爷爷奶奶，顺便在爷爷跟前表现一下，改变一下爷爷对他的看法。一进军区大院，看见穆爷爷正在和范爷爷下象棋。范爷爷，是你小子呀，小白眼狼，小时候白疼你了，说好给我当孙女婿的，却偷偷把婚给结了，这就是你媳妇？是我媳妇唐锦。范爷爷，爷爷，我看你下的象棋都裂缝了，这是我给你新买的象棋，还带有棋盘，你等一下试试，看手感怎么样？好，我看看。打开盒子，穆老爷子眼睛一亮，范老爷子看的眼睛都直了。范爷爷，其实这象棋也是给你买的。穆恒说，平时你总是陪我爷爷下象棋，就提议送你们一副新象棋，你别生他的气了，当不成孙女婿，多一个孙子也不错，而且又多了一个孙媳妇。今天中午我给你们炒俩菜，你和我爷爷喝2杯怎么样？这可是你邀请我的，我可就真的去了。我求之不得呢。那你和我爷爷试试这新象棋，我先回去炒菜，你们等会回来吃饭。呵。唐锦看着2个老顽童笑了，穆恒看着媳妇也笑了，他这小媳妇真是能说会道，几句话就把范爷爷给哄好了。小锦来了，奶奶，我来看看你，想给你和爷爷做顿好吃的。小锦，中午准备做啥好吃的？看需不需要院子里的菜，我再去摘点。不用了，材料我都买齐了，奶奶你就歇着吧，我自己做就行。那我可就等着吃现成的了。5个人，唐锦只炒了4个菜，不是他嫌麻烦不愿意多炒，而是他怕找骂。前天在饭店大哥被训的事，他还记忆犹新。如果他一不小心做多了，难免也会被骂浪费粮食。可他万万没想到做的少也会被骂。你说你给我做顿饭还不管饱？我也没吃饱，哪有邀请客人不管饱的道理？你俩如果没吃饱，我再去给你们拿俩馒头吃。饱了，饱感有颜值吗？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，消消食。晚上是年轻人的天地，穆时琛和穆影要为他俩饯行，顺便也叫上了陆启明。5个人去了一家西餐厅，服务员热情地拿着菜单过来，穆时琛给服务员递了个眼神，说了句 Ladies first。 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拽英文干啥？有本事就讲俄语。穆时琛被妹妹对得不敢说话了。莹姐，你工作不忙逛街的时候，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2层楼，面积差不多200-300平方的门面房出租或者出售。你要租吗？你要来京城发展？明年我准备参加高考，目标京大，我想在这里开一家婚纱影楼。弟妹，你真的是在农村长大的吗？穆时琛从见他第一眼就看出来唐锦是个不简单的女人。如假包换，农村出生，农村长大。只不过有一天，我上山砍柴迷了路，走到了一片云雾缭绕、犹如仙境的地方，遇到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。他对我说：“唐锦，你上辈子做了好多大善事，这辈子成了天选之女，上天可以赐予你美貌、智慧和一身赚钱的本领。”说完朝我的额头点了一下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，我就发现自己变得非常厉害，身上有了好多本领。你以为我们都是3岁小孩，相信你的童话故事？没想到弟妹这么幽默风趣呀！我们小锦本来就幽默风趣又可爱。只有穆恒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宠溺地看着唐锦，但他知道唐锦讲这故事的寓意。唐锦，你确定要租个2层楼的门面？非常确定，租或者买都行。你再帮我留意一下，有价格合适带小院的2层洋楼，我也想买一个。这2件事我觉得交给大哥办更合适，他人脉消息都非常广，前提是你确定明年一定来京城上大学。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京大，不相信我还不相信你弟弟，有个高考状元在身边给我辅导，我要是考不上，岂不是丢他的脸？弟妹如果能考上京大，洋房和门面房，大哥当礼物奖励你。不用了，大哥，这礼物太贵重，我可受不起。我考京大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，洋房和门面房我和穆恒有钱买，你能帮我物色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行，这2件事交给我，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。第2天早上人很齐全，可能知道他俩今天要走，给他们送行。小锦回去之后跟你父母说一声，过些时在举行婚礼之前，我和你爸抽空去一趟，见见亲家。你和爸都很忙，不去也没关系，国庆节举行婚礼的时候，我让他们都来。谈起这个，唐锦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还没有告诉穆恒，他不是父母亲生的，还有一对亲生父母。那怎么行？该有的礼数我们得遵守。那行，看你和爸的时间吧。小恒，如果要调回京城，就得提前打申请了，让爷爷这边给你先打好招呼。调回京城？小恒要调回京城，还没决定，有可能明年吧。小锦明年要来京都上大学。小锦要考大学，给穆和那小子说了很多次，让他调回京都来，一家人能经常见面。可他就是不听，说不想靠爷爷和爸爸的关系。这下好了，还是儿媳妇的面子大呀。上大学是好事，如果来京城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，尽管提。谢谢爸爸，如果需要帮忙，我肯定不会客气的。这次穆时琛给他们买的还是软卧，不过唐锦觉得不重要了，因为他要带他进空间。老公，我带你去个空气好的地方，到了我再给你解释。灵泉叮咚，这里是一个空间，我偶然发现的，可能和我手上的玉镯有关。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。都说玉有灵性，不知道这玉镯以前是不是个美丽的传说。穆恒沉默半晌，没有说话，纵然冷静如他，依然难以理解眼前的状况。别纠结为什么了，只当这里是我俩的世外桃源、秘密基地。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就是有很多水果，还有个小溪，据说这是灵泉，有强身健体的作用。你不会通过这里回到你所在的年代吧？能回去倒是好了。你很想离开？唐锦这才惊觉自己刚刚的回
回答让男人误会了，慌忙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里根本回不到我那个年代。假如能回呢？你会回去吗？没有假如，根本回不去。假如能回呢？你在哪，我在哪，永远不分离。老公，上次回老家，我知道了一件事，唐家村的父母只是养父母。那亲生父母呢？知道是谁吗？有线索可以找到，等回到南昆，你和我一起去见见他们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身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？一并说了吧。好像没有了。好像不是好像，是真的没有了。真的。赚了多少钱，算不算秘密？不想知道。女人背着自己老公和别的男人钻小树林。不仅如此，这个狠毒女人还要放火烧小院。殊不知，质疑小院女人养了一条军犬。恶毒女人刚翻过墙就被狗咬伤了。踏进自己家门那一刻，唐锦又想起了那句俗语：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明明几天没回来，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。老公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这时咚咚咚，一阵敲门声响起。老五，怎么是你？有任务？没有任务，老木帮帮兄弟吧，我快要疯了。我家那个疯婆娘疯得越来越厉害了，她对弟妹做的事，后来我也听说了，都怪我没有管好她。可她自从被赛虎咬了之后，就魔怔了，天天要和自己快死了，需要打疫苗，饭也不做，衣服也不洗，家里像猪窝一样，自己像个神经病，做天做的。哎，叹了一口气，他又接着讲，这日子简直是没法过了。咱这小城市根本买不来疫苗，我跟他说了，赛虎原来送去省城打过疫苗，可他就是不相信我的话。弟妹，他非得说你知道哪里有卖疫苗，专门不告诉他的，天天逼着我上来求你们，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唐锦决定了，搅黄他俩婚姻的事，今晚执行及时止损，不然万一潘金凤再给他弄个野种回来，武大哥就更可怜了。武大哥，我这个人心直口快，有侠义心肠，喜欢打抱不平，看不得像你这样铁骨铮铮的军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我接下来的话你听好了，绝无半点虚言，可以找到很多人作证，但是有可能会吓到你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唐锦先给他打了个预防针，然后继续说道，潘金凤她根本配不上你，她不光人品差，三观不正，还给你戴绿帽子。什么意思？潘金凤在潘家庄有个老相好叫潘铁蛋，俩人经常钻小树林，很多人都碰到过，你可以去潘家庄打听一下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想报复潘金凤，而是觉得这是对你不公平，像你这样一心为国为民的军人，值得更好的人。唐锦看出了他的难堪，又劝慰道，武大哥，这件事你没有错，不用觉得丢人，丢人的是他，你可以生气，但是更应该庆幸早日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我言尽于此，如果你决定离婚，他肯定不会同意，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，他这会儿不是执迷于打狂犬疫苗吗？你可以以此要挟，说只要同意离婚，可以帮他买到狂犬疫苗。婚姻和他的生命相比，他肯定会选择后者。当然，所有事情的决定权在你，我只是见不得你这样充满正义感的军人受如此待遇。谁说破坏别人的婚姻是罪人？唐锦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个救世主。好半晌，武官群才开口道，狂犬疫苗哪里能买来？我去，武大哥，合着半天我白替你不值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是说他如果不同意，以此要挟他吗？武官群其实和那个疯婆娘根本就没有感情，一开始就没有，两人经常分房睡，之所以一直维持这个婚姻，是因为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心，现在实在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，他早就受不了他了，他应该感谢唐锦让他脱离苦海，他情愿一辈子打光棍，也不想再和那女人将就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理解错了，目前狂犬疫苗确实不好买，就算去大城市，那个疫苗也需要时效性，得存放冰箱，这么热的天拿回来绝对失效。再说他被狗咬了那么多天了，早就超过24小时了，可以随便买个什么疫苗糊弄他一下吗？反正他也不懂。那真能这样了，我回去了。老木弟妹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。穆恒此时有很多感慨，几个月前他也和老五一样，感觉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热中，生活没有一点盼头，幸亏他来了。老婆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来的吗？从2楼跳下去以后。宾果，答对了。穆恒正要低头惩罚他这么调皮，楼下忽然传来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，接着是女人的辱骂声。不会打起来了吧？武冠群，你个没良心的，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打光棍呢，竟然要和我离婚，说是不是唐锦那个狐狸精勾引你了，让你上去求个药，竟然被他个狐狸精给收买了，我要上去找他算账。潘金凤此刻完全像个疯婆子，被武官群直接给了一个耳光。你还有脸找人家麻烦？所有的事情不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。武官群说完又给了他一耳光，他从来没有打过女人，此刻才觉得以前他过得太窝囊了，其他都可以忍，但是那个男人能忍受老婆给他戴绿帽子，这婚肯定是离定了。唐锦正在想要去看看热闹，结果他家的门被人又踢又撞。门外传来潘金凤的辱骂声：“唐锦，你个狐狸精使得什么狐媚术，勾引我家男人，让他跟我离婚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来开。这么大的动静，几个邻居纷纷出来看热闹。老穆，怎么回事？唐锦，需不需要我去打电话报警？说话的是王桂芳。那天潘金凤被狗咬的事，他们都知道，也知道她是因为想放火烧了小院才被狗咬的。不用报警，给精神病院张院长打电话，8259736，让他派车来接人。潘金凤一听要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立马吓得六神无主。别打，我没有疯，没有疯！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明
明天就去办离婚，不同意就送你去精神病院。一场闹剧结束，回到家里，唐锦兴奋地问男人：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一招致命？我本来还以为他还要骂上好一会呢，想着你不方便出手打女人，我可以一展拳脚呢，没想到你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。你认识精神病院张院长？不认识。那电话号码呢？随口编的，这叫兵不厌诈。你竟然用兵法，好狡猾呀！第二天一早，唐锦和往常一样跑了个5公里，回到大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陆文生。咋了，闺女？2件事，你和干妈赶紧去京城提亲，我奶奶都等不及了。还有，如果武官群打离婚申请，你让李叔别劝和，尽快给他批了。他那老婆是个三观不正、阴险狡诈，还给他戴绿帽子的坏女人。唐锦一口气说完，见干爸看着他半天没吱声，他不禁又问：咋了？我只是在想，到底我是你爸还是你是我爸？怎么像是在给我下命令？当然你是我干爸，干爸还不了解我，这不是着急吗？怕耽误你上班，长话短说。臭丫头，我知道了，已经买好车票了，明天就去。还有你说那事，我等会儿给李政委打个电话说一声。陆文生岂会真的生气？只不过吓吓他，而且启明已经把他女朋友和穆恒的关系给他说了，他们2家的关系现在是更近了。那行，干爸明天早上我给你和干妈做点好吃的，火车上吃。好。